那么国民党郑丽文昨天说替纪凌莲负荆请罪，说韩国瑜度量很大，翻篇了那另外呢说像现在第一个跟韩国瑜负荆请罪，第二个呢也找民众党的黄国昌、国民党的傅崐萁参选沟通因为原来国民党叫3800亿加 N， 那韩国瑜跟傅崐萁跟他讲说，你这个 N 是什么 N 要确定一点嘛，因为我其实开始讲说 N 到底是，我真的不知道谁给他出个点子这种主意因为我自己学科学的，我工程师，我比较知道 N 什么，很多人不懂你 N 什么，0到无限大，那无限大是多大呢？1兆、2兆、3兆有没有可能呢？所以你尤其审预算的时候 ，N 必须要确定那郑丽文说好，他 N 会确定好，除了这个以外呢，说日本不爽，为什么不爽呢？说日本有个自民党的访问团，郑丽文呢想要跟郑丽文见面，因为他们会去见韩国瑜，会去见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官员，但是呢，国民党说没见那说行程太满，所以网络上就开始骂国民党的中常委是青年团团长叫做郭佑瑞可惜啦，不应该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青年团嘛，青年跟青年嘛那另外呢，外交部说呢，好吧，我们是尊重各接待单位考量跟安排，不见就算了嘛外交部也不能怎样嘛。那国民党发言人郑丽文文传会主委了殷乃金今天帮郑丽文出来讲话，是呢说因为时间安排没有办法配合，说第一时间自民党青年团我预备什么时候见面，然后国民党说不行，然后又给了他几个时间，又给了几个说你们可不可以？那日本说这几个时间我们不行，也排过，所以呢，并不是刻意婉拒。我觉得如果说也给了几个时间就还好，就是我已经给了你几个时间嘛，那怎么办呢？不是不见啊，很多时候行程都不来，而且说外交部头一个礼拜才跟国民党讲，所以那个时间比较紧那另外呢，林右昌说这是失礼对日本的重大伤害因为呢，这个青年团日本的首相摇篮团。因为很多以后的日本的国会议员、首相都是从这边出来的然后林楚英就讲了，说你看又看中国脸色，我觉得这个胡扯了，跟中国脸色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谢谢赶快吃饭这话也是说给自己听，因为就在国民党中常会前，郑丽文邀请韩国瑜先来场便当会，这也是继上周纪凌莲喊出要开除韩国瑜党籍后，韩国瑜首度跟郑丽文碰面。我见到韩院长就跟他讲说，我今天是负荆请罪来的，非常的不好意思，也非常的抱歉，造成韩院长的困扰，甚至于可能不当的一些伤害。一改先前态度，这一次郑丽文不再提翻篇，倒是韩国瑜自己说了，院长是一个非常大度的、温暖的，而且长期以来对丽文也特别的照顾，所以院长当然连忙的说，这个早就翻篇了，不足挂齿，这个绝对不会伤害到我们本党的团结。好话说尽，就盼党内团结一心。至于始作俑者纪凌莲，中常会上不再冲动发言，全程不发一语。而便当会上，韩郑双方也再度沟通，均够立场。不过外交路线上被爆料，郑丽文对日本自民党的访团放鸽子。报道里面提到说，郑丽文原先和访问团已经约好了，但疑似另有安排，婉拒拜会，不是事实。国民党反驳，纯粹是时间无法配合，并无刻意拒见。而虽说自民党青年局成员这回只见了民进党，没见到国民党，但7号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能拜会。来郑。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中间是一个行程上沟通的误会因为这个自民党的青年团跟国民党的这个青年团是非常非常熟的，而且最近一次就是这个葛如君他带领的所有20几位这个国民党，包括这个所谓的媒体部，还有一些年轻的人都去跟他们做互动，而且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包括洪孟凯、林涛，还有包括非常多我们年轻的议员，还有这个葛永光所带队的这个救国团，很多议员的团体，他们过去都一定会跟这个自民党的青年团，还有包括我们只要在日本参加任何的国际会议，像是 APPU， 一定有一个除了在他们这个所谓的访华，这个他们这个一些正统的这个政党的拜会，一定有留一天跟这个青年团来做，而且是自民党，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他们未来的政治的前途，而且每一个人真的我真的是他们真的就是一批未来日本的新
新兴的，每个人都有留学的经验，然后每个有很多也是来自于他们的祖父就是日本的首相，更多就是他们彼此之间会形成一个联盟，在这个派阀系统当中的话，他们可以说是日本完全没有办法被忽略的一群，所以国民党绝对在这个机会上面一定刚才不管在公开或在私交上面，一定会做一个非常紧密的联合，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爆出来，所以我刚刚看到是自民党的青年团，我说怎么可能？因为他们很清楚国民党对他们友善的一个态度，包括刚刚的我们这位青年团的团长，他也是上一次在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就跟他们有很大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个人真的就是会认为，就是在行程上面应该有沟通上的误会。那民进党又是要扯说，这个台日的关系，或者是又是如何，大可不用操这么多的心，因为大家的交流、实质上的本分、彼此之间的互动，还有大家的朋友的情谊，当事人很清楚，不劳你们大家来见缝插针，这是完全没有任何效用的。日本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如果哪个立委啊说自己的儿子出来选啊，助理出来选，有时候还被批评。日本全部是这样。日本他这个传统上，如果一个国会议员说我不选了，只有大概2种人能够出来接他的身份，一直他儿子，一个他的助理。如果他儿子不出来，他的国会助理，因为他帮他跑选区跑几10年，对那个选区技能非常熟悉的。而日本就这样，倒也不以这个为奇怪哦，但是他就是这样，其实日本就是这样。他就这样的一个，因为他的选举制度，所以造成，因为他就也是单一选区嘛。这个选区我给你服务了几10年了，你只认识我啊，所以你其他人要挑战是很难的。那我服务的时候带着我儿子或带我的助理去服务，所以他们跟选民其实蛮熟悉的了哈。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那个确实有被人在做刻意操作。那我在这边也拜托我们自己党内的同志啊，也许很多事情先把它搞清楚再说。因为刚才如果按照这个尹乃菁就发言人的说法，也就是说，因为在调时间的时候，就说如果说日本团他的时间，郑丽文主席没有办法配合，那国民党这边也提供了一些时间，但是那边就说日本的青年团他没有办法配合，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并不是郑丽文不见，也有提供一些时间，只是对方的时间没有办法调拢，所以不要变成说就跟人家的话讲的是一样啊，说郑丽文因为种种原因啦，什么因为中国的脸色啦，什么等等之类。我要讲就是说，事实上在去年底的时候，就是因为郑丽文主席他刚刚上任，那其实这个我们很多国会议员都很熟，就是我们这个日本驻台的大使哈，这个对，你应该也很清楚，那片山和之就有去拜访郑丽文。当时他有请郑丽文能够访问日本，所以我也希望说郑丽文主席他在访问完中国大陆，然后访问完美国，那么也可以安排行程去访问日本。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真的不需要把它讲成这样子。我真的拜托我们自己人不要变成呢人云亦云，跟着民进党讲什么我们就去跟着讲什么，我们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好，那第二个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明天就是礼拜5嘛，就是我们的院会会不会处理有关于居购特别预算？虽然在昨天就是我们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因为朝野没有共识，但是呢，在昨天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国民党的代表发言，或者是民众党代表发言，在整个的版本上面，大家已经慢慢的趋近于一致，甚至包含郑丽文主席的发言，他也在讲说3800亿加 N， 那个 N 是不是可以把它具体化？大家就说这个金额是不是变成一个8000亿？因为按照赖士葆委员讲的就是3800亿加4200等于8000亿，然后民众党是说3000亿加5000亿等于8000亿。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讲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我跑行程，我不跑地方的行程，我算是跑得很勤快的。在地方上，这一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说，王宏威你应该支持3800亿加 N， 王宏威你应该支持8000亿，没有在这个我们的数字的版本上。但是很多人来跟我讲说，请你们国民党团结一点好不好？请你们国民党不要再吵下去了好不好？请你们国民党不要再让人家见缝插针了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是说明天现在因为我们的授权党团来决定，那我也知道现在郑丽文跟黄国昌还有这个党团的干部也在密切的这个联系。如果就说基本上一定要
蓝白要有共同的版本。那如果有一个趋近的版本，我也认为这件事情越快解决越好。第一个，民进党政府不是说，哎呀，赶快啊。那第二个，我也认为时间拖得越久，其实对国民党越不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大家很熟悉这个字吧？对，台湾电力公司，对不对？哦，传出来是于右任的字，那于右任是谁啊？不要，现在台电把它换成这样，这是很普通嘛？这是网络上随便弄个基地电脑字啊，就是现在搞变成这多好啊，对不对？现在变成这样啊，那所以呢，说于右任字的于右任被称为一代草圣草书了，哦，那我家还有一个他的字哎。哇，那一定很直击。他还好，因为他当时写太多了，写的，我家有一幅，对不对？尤其是这么的草率吗？草替专也有，视之为宝，不是草率。不是，尤其是军人跟他要，他一定会给。对，我父亲是军人，现职军人跟他要，他会为中华民国而奋斗什么的，他会写一个东西。好，那网络就很可惜啦，对不对？于右任字其实蛮带朝圣嘛，但台电说那不是于右任的字。那只是他的风啊，也到底怎么现在搞不清楚。说意思就是说，不是于右任亲手写字，仿照于右任的字写。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台电如果他要，他一定会给台电的，怎么会不给呢？不可能嘛，对不对？我家都有台电会要不到，怎么会有这种事？蓝线家也有啊，是吧？那2026台湾能源高峰论坛，童子贤说，现在核绿共存，要支持先进的产业。其实他很早就说了，国民党不是以前以核养绿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没有人反对绿啊，谁反对绿？没有人反对绿电，但是绿电第一个不稳定，第二个很贵嘛。你靠风电、靠这个太阳能是不够的嘛。所以呢，至少你核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守住你的底线，而且便宜，然后慢慢去发展绿能嘛，而不是一下子把核就干掉了，然后绿能又接不上，只好去搞天然气嘛。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天然气不够了就去烧煤嘛。天然气去年占了52%，台湾的发电天然气占了一半以上。我前年就讲，全世界有你给我一个国家自己没有任何的天然气产生，而超过一半是用天然气来发电。你给我全世界找一个国家，只有我们台湾这样干，有这种笨的人，有这么笨的决策，就这样干好了。结果当时是想说，万一老共封锁台湾还要怎么办？现在老共还没动作，母子海峡就把你卡死了哦，好吧？所以呢，核绿共存喊了半天啊。那另外呢，同时也讲电力是国力。哦，所以呢，核电对台湾具有战略意义，是了哦，因为你打起仗来的时候，或是你发生能源危机的时候，你核电至少你要25%，我觉得应该是核电哦。就像说潜艇，为什么我们希望是核子潜艇，不希望现在是柴动力潜艇？你核子潜艇在海底下才比较久嘛，你躲这边你才不知道，你没多久你就要上来，没多久上来呼吸一下，就知道你在哪里了哦。那核四是个燃料棒，沈机长说。台电政策跟管理有问题，因为呢，核四去花了到国外去运80亿买的，到台湾到国外去，每年还要给他4亿。核三现在重新要买了哦，那沈机长就是说台电应该改善哦，我这个怎么管理的哦？那另外呢，也有前台电的董座杨维普说呢，好，核四燃料棒可以给核三用啊，可以省掉40亿啊。那现在的董事长说乱讲，不可以互相流用。但是呢，台电说呢，但是呢，这个清大的这个叶中光说是可以用的，稍微修改一下也是可以用，不见得是不能用的哦。我觉得能不能这科学问题评估一下嘛，叫国外的工程家看看嘛。那另外呢，台电说核四燃料棒送到外面比较省钱，因为如果在台湾的话呢，这个每年要3亿以上，国外的话呢只要1-2亿，1亿5、2亿。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放在核四呢要警力维安。哦，而且国外的这个核能机构要检查，所以要花很多钱。我觉得这个也是把报价给我们看看嘛，这东西都不要辩论，来你把那个计算一下，到底在国内多少钱，在国外有多少钱就好了，这有那么困难吗？那核四到底有没有改成核三燃料棒？请专家来评估一下嘛。我们看一下，这个应该也是台电要用跳舞来呈现，台电只要跳舞不跳电嘛。这个冷笑话有点冷，但全场笑翻。总统上个月出席台电80周年庆祝活动，台电承诺电力发展与台湾同行，就是核能机组
法律修正以后可以重新启动。那有这样子的基础，台电现在正在积极的做各项安全检查的工作。电力改革 ING 但被发现一并改掉的就是台湾电力公司这名称的字体，从过去的书法风格改成这简洁有力版。网络上引发讨论，网红 Trip 认为原版有辨识度与历史延续性，称应该跟转型正义无关吧，毕竟是书法大家写的。引用了 Threads 上有网友指出是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的笔墨。这赶快把能源结构的事情做好，电价可以平稳，可以让我们的产业有竞争力，这些事情才是台湾电力公司应该最优先而且花最多心力去处理。国民党却出来反否说，改变字体其实是不想要做正事，而只是在做一些表面的事情。其实不然，识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真正没有在做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就国民党拖了7个月才在审总预算。打开台电官网可以发现 logo 旁的名称字体已悄悄换成新版。直接询问台电澄清，大家熟悉的旧版本并非于右任大师亲自题字，而是采用于右任大师的字体来设计。至于原因，包含要贴近年轻一代，也要展现台电在传承中持续创新的企业精神。那这一次换字体花了多少钱呢？台电称并不多，像是账单的纸张会先用完原本的，再印制新版。大楼和服务据点的招牌整修时再一并换。台电新版字体上路，就看民众买不买单。向龙，于右任，对我们这世代来讲呢，对于右任是很有感觉的。他对台湾，他除了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面当监察院长当最久的，从大陆当到台湾30几年，都是他。于右任在台湾留下的2首比较有名的诗，一首我们常的“不信青春换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第一回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哇，果然年纪也够资深。这个是一个人呢，在台湾，在困守台湾呢，回望故乡的时候，没有办法回去的那种的心中的悲愤。他死的时候，他留下来，大家都知道，在玉山上面本来有他的雕像，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大陆之不可见兮，唯有痛哭。这个是于右任，这样子一个有故国情怀的台电不配的。台电要改随便吧，基本上面我觉得今天呢，当然于右任的字之后，很多人呢用他的草书，因为他把中国的草书呢几乎标准化了，所以现在许多学草书的人学的是呢于右任标准化之后的那个草体。对国民党来讲，如果今天国民党执政，那个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于右任毕竟是跟着孙中山革命的，他是同盟会的成员。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在中国历史上面来讲，像于右任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你要把他定位为政治人物，那你是贬义他。我觉得基本上面呢，他是，我说他另外留下来的就是稀饭。他在台湾呢，台湾为了把当时大陆很多精彩的文人到了台湾之后，大家都很寂寞，所以呢，他们几乎我记得大概每2-3个月吧，就聚在一起吃稀饭。那吃稀饭吃的非常简单，就吃很简单的酱菜，其实呢就有点思苦意甜的味道。于右任呢是这样的人。如果你要看呢于右任的墨宝，最简单的，去看台湾大学门口的那几个字，那个是于右任的。好，那你现在呢看呢，大家呢台电在这方面呢做文章，就是台湾的企业。如果你知道呢，那个是于右任的体，你可以把它改了，用一种比较轻松的讨巧的方式。我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有这个必要嘛？就是呢，搞到后来的时候呢，就是呢，文职之间呢都已经呢不对称了。今天大家在乎台电的是你那几个字嘛？当你还是叫台湾电力公司，你又不是中国电力公司，你有啥好改的？就是今天呢，于右任呢跟你之间的完全的脱钩，对于右任的地位呢并没有什么贬损。但是呢，台电应该要认真的去思考的，就是说今天的台湾的电力构造，
台电里面的许多的这些老台电，我都很熟的。我一直说他们是我认识的这些呢国营事业的公务员体系里面，我认为最保守、最稳定的，同时呢最负责的一群人。台电是训练的非常好的一群人，从过去孙运璇时代呢所留下来的传统，我觉得他们非常好。但是在面对到当下政治正确的时候呢，面对到呢台湾现在反核呢，反到失心疯的时候呢，台电呢过去是无能为力，后来是虚与委蛇，后来呢完完全全呢配合民进党操作。但是今天呢，当民进党呢要倒过来走的时候，台电呢就尴尬了，但都没有关系。在过去，当我最早在谈呢，台湾应该要以核养绿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多少人在骂我，要对我如何。今天如果能够认知到这条路是对的，那就好好走。我也没有要去笑民进党，我也没有要去笑赖清德，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冒一个风险，就是如果今天你的神主牌你自己都把它丢到火里烧了，那其他的神主牌还有人信你吗？继续再回来。